为了反对中国，宁可咬牙忍痛，也要继续砸自己的脚，割自己的肉，让人不得不对美国人的顽强表示佩服。好吧，美利坚，请继续坚持，看你还能忍多久。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保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内部在对华关税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正在考虑削减对华加征关税的问题。那随着他的表态呢，美国内部也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声音。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回应说，是否取消中国关税具有战略性，言下之意他不同意。他呢是代表了美国内部的贸易保守主义势力。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表示，应该取消一些不是很有战略意义的对华关税。美国之所以会出现自相矛盾，进而影响到对外政策的现象，主要是因为美国的产业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美国的经济结构非常的不健康。今天的美国只有少数的几类企业能够得到好的发展机会，一种就是以华尔街为中心的金融产业。一种呢是以谷歌、脸谱、推特、苹果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另外就是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为代表的军火企业。其他的美国产业大部分都基本失去了竞争力，特别是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机械、电子、汽车、建筑的这些行业，都已经被其他国家的企业以及到其他的国家去发展的美国企业挤到了后面。曾经雄霸天下的美国民航产业，如今也因为波音的种种问题而被欧洲的空客所超越，也被中国的民航业紧紧的追赶。在军事工业领域美国的竞争优势呢也不是绝对的，仅仅是因为有天价军费的支撑，才使得美国的军工企业保持着一些优势。但是很多武器装备的性能呢，美国造已经比不上其他国家的武器了。由于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美国被迫从其他国家大量的进口生活必需品，其中既有技术水平低的日用产品，也有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消费电子产品，甚至还有一些中等技术含量的机械设备也要进口。中国呢是美国最重要的商品供应国，但是由于美国对中国实施高技术的出口的限制，导致美国能够卖给中国的大宗产品只能是大豆玉米小麦牛肉这些农产品，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贸易当然呈现出严重的不平衡了。那这个局面呢，是美国出于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造成的。但是美国政府不是去反思自己的经济结构或产业政策缺陷的问题，而是把责任都推到中国头上，认为中国对美国进行了不公平的贸易，要对中国产品征收巨额关税。而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中国是美国无法更换的进口来源。既然你美国找不到别的进口来源，中国当然不会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了。那你美国加征的关税，实际上加多少仍然由你美国消费者自己买单去了，由此而带来的物价上涨是席卷全美。这是典型的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么浅显的道理，美国就是有人视而不见，依然坚持要与中国打贸易战。当然美国也有一些人清楚这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明白在当前的大势之下是无法在贸易领域与中国脱钩切割，因而反对再对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反对再与中国打这种杀敌800自损1000的贸易战。这就是美国国内关于对华关税问题出现争论的前因后果。常言说自作孽不可活，美国之所以出现今天的局面，完全是由美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在美国，人人都向往轻松舒适的工作，坐在高级办公室里面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就能挣大钱就能剪别人的羊毛于是金融业、互联网和咨询服务行业大行其道，而出大力流臭汗的岗位是没人干的，也用不着高贵而有先进的美国人干自有中国和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干去。当然还有别的一些原因，久而久之就是美国的制造业行业的整体衰败。
美国的几届总统也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为了使制造业回归美国，是想了不少的办法。无奈美国人已经懒惰成性，许多准备到美国投资办厂的富豪都摇摇头走了。福耀玻璃、台积电、三星都在美国设厂失败，这是因为美国现今的社会治理结构和制度内的腐败，使得实体制造业无法生存。各种利益集团都要从工厂企业薅羊毛，比如说各种所谓的人权保护团体、环境保护团体、安全审查机构、工会等等，这些组织的存在，表面上看起来既合理又正义是维护人权呢，但实际上给企业的生存发展制造了大量的障碍，让企业寸步难行。美国重建制造业的希望已经破灭，在这种情况下，对进口产品加收关税就会造成双重伤害，既伤害了中国的对美出口企业，也导致美国自己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伤害美国的平民百姓。但是因为美国反华势力强大，我们很难看到美国政府能够自行纠错，完全取消这一不得人心的政策。为了反对中国，宁可咬牙忍痛，也要继续砸自己的脚，割自己的肉，让人不得不对美国人的顽强表示佩服。好吧，美利坚，请继续坚持，看你还能忍多久。好，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